去了，你们快点。伊人，郑医生出大事了！什么大事啊？林副院带了10几个主任逼宫，要求院长开除郑医生，不然就集体辞职。副院来了，副院。回来了，是来复查吧？看起来气色不错。老林啊，你真是……不像我们大家伙儿，只能待在海城医院里度日如年。这一点，我们都得向魏院长学习。都坐吧，说正事。谈谈，什么条件？有一点我要提醒大家，你们跟海城签的合同里，如果主动离职，给海城医院造成的损失要赔付2倍的违约金。我们都懂，没有问题。毕竟，我们也都不是证人嘛。所以还是为了证人。上个月，院长为挖证人来我院，光更新医疗设备花了3000多万。人虽然是前院长挖来的，但我觉得证人值这个价。我们来看看证人的创收统计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是他做的手术。Vapor 是为前院长做的，无收入。肝癌介入酸色素，等于是证人打了个白条。连体婴烧钱的大项目，目前只有投入，没有回报。也就是说，证人来了短短的1个月，根据您的排行榜，接诊数字相当漂亮，但是营收呢？营收是我的事，可薪水是大家的事。短短的1个月之内，投入了这么多的资金，如果在短期之内我们没有大笔的收入，诸位，你们的薪水我看都不可能按期发放。海城医院15年来，从来没有出现过赤字，可这短短的1个月，账面就变得如此难看。请问，苏院长，您真的懂得如何管理一家医院吗？证人很优秀，我们都承认。但是请记住，一台手术不只是主刀1个人呐，有1助、2助、3助，有麻醉师，有器械护士、巡台护士，还有无数个不上台、不进手术室，但是依旧在勤勤恳恳努力工作的同事们。贺前，海城医院
干了10多年的老麻醉师，去年1年接了1300多台手术，常年无休，就住在手术室里头，各种苦活、难活全都找他。一台手术挣多少钱？不足100块。赵主任，20多年的老主任，医大的荣誉讲师，海城医院的招牌之一，就因为手术做得一般，手术提成不高，被苏院长安排在了排行榜的最末位，名字标红，任由一帮小年轻当面羞辱他。至于我，不提了。在座的13位主任，我们集体反对不公，我们要求终止改革。如果我不呢？吴远，我们都是你一手提拔起来的，您现在走了，这个医院我们待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对不起，我们恐怕要辜负你对我们的关照了。我先表个态，林副院，你走哪，我跟你去哪。我是真受不了那个什么狗屁的排行榜，是不是？我们一起走，一起走。你们想要怎么样？我们提3个要求：第一，取消排行榜；第二，终止改革；第三，在辞退书上签字。我们要找院长。我理解是，但是院长他现在在开会，让我们见见。好吧，我们有话跟他们说，我们见一下院长。李院长，不好意思，院长，他们听说要开除郑医生。林副院长，我听说你们要开除郑医生啊！求求你千万别开除他呀，他是个好医生呀，林院长。对，你们不能开除他呀！啊，林副院长。遇到这样的病人，不是他的错，是我的错。我求求你了，等我好一点，我马上就去打工，我会把医院的钱都还上的。啊，林副院长，我求求你了。你这才刚刚好，别太激动啊，回去多休息。我没事，哎，你们不是都有话说吗？林院长，我知道。为了给孩子们做手术，医院投入了很多的钱。郑医生说了，先不用我们付钱，但是如果因此害他被开，那谁来做手术啊？是呀，啊，对了，我们商量了一下，决定把房子抵给医院，别赶郑医生走，求您了，好吗？求您了，求您了。郑医生，
对不起啊，我之前投诉您是收红包来着，后来我发现啊，我们那个住院费里面多了一笔钱，这我才知道是您把红包里的钱全部都充到我们的住院费里去了，真的是对不起您啊，我们冤枉了您。应该错了，我们。院长，我请求您真的不要开除贺医生，他真的是位难得的好医生啊！是啊，别可是，他们都是好人啊！是啊，院长，这样对好医生不公平啊！别可是，切身医学，恪守医德。潘老，您不是前2天刚刚 TIPS 手术完了吗？您这是……小林，当初你成为医生时的宣言，还记得吗？我记得。你背一背。我会凭着良知和尊严，行医救人，把病人的健康当作首要的理念。既然没有忘记，那么你们为什么让患者在手术室外等着你们呀？你们，嘿，好大的威风！潘老，您千万别动气。对，我们这就去刷手，马上就去，马上就现在就去，我马上就去。好。各位也请回吧。大家就请跟我来吧。谢谢。请你们先出去一下。对不起，谢谢。谢谢。小林，你还走吗？不走了，但是我不服。把证人叫来。好。我们海城现在有1200张床位，我想请你们猜一猜，海城刚开始的时候有几张床位啊？200张。1张床位。不可能啊！我刚认识老布的时候，他给我看过医院的配置，
就只有200张。他说的呀，是海城已经成立之后。我说的是最开始。一个帐篷，一个床位，3个医生。小布、陈妙和我，他们俩是我的学生。98年特大洪灾，我们3个在海城相遇，奔波在各个洪灾现场。帐篷就是医院，担架就是手术台。那个时候啊，我们就像创建一所医院，所以医院的标志啊，就是一顶帐篷。那这3道线，就代表你们3个人吗？不是，第1条线是医术。医术是医学之本呐，医术进步了，社会这个大机器才能更好的运转，推动人类的发展。第2道线是医德，医生无德的危害要大于疾病本身呐。就像刚刚，如果患者失去了生命，那不是他们疾病造成的，而是故意延迟不上手术台的医生啊。医术、医德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医患。医患，听听这个词，医在前，患在后，哼，不符合逻辑。先有患，才有医嘛。以我个人的观点呀，应该叫做患医。看不见患者的医生，不是一个真正的医生。医生不但会看病，还要会看人。只有看清了人，才有助于我们为他们更好的看病。可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去了解患者。是，我们的职业生涯这么短，可我们接纳的患者却是无限的多，这就是真实情况，可不能成为我们安心逃避现实的理由啊！不去改变它，患医关系永远不会好啊！可个人的能力也是有限的。不错，要去改变，不能只靠个人，要靠制度。苏丽亚，你想改革，你想创造一个更好的海城，可是你考虑到这些了吗？你看，你照搬了曼欧的经营医院的赚钱模式，可是你却忽略了他管理医院的核心理念。这核心理念是什么呀？啊？患者至上啊！患者至上，团队联合，这3条线，我们3个人，3个不同的理念，团结协作，并肩前行，
是，我们这一代人的海城医院已经成为历史了。现在海城医院交接到你们的手里，你们更要团结呀。只有团结，才是海城，才是未来呀！小莲，你是我看着来咱们海城的，那时候你多年轻，多帅气呀！现在也白发满头了。你做副院长是我推荐的，我今天不是要特意指责批评你，我只是想提醒你，这么多年，你是咱们海城医院患者满意度最高的医生啊！你看，你的很多患者都成了我们海城的 VIP 了。哼 ，VIP 是什么？是有钱人吗？不是，是指来我们海城看病的人，是指来我们海城找你林格医生看病的人呢。对不起，罗院长。我们不能忘了初心呢。小丽，今天你没手术，你回去休息休息，调整好了再回来。好了，大家都休息吧。啊，素叶，你推我回病房吧。潘老，我们有件事要跟您说。说。啊。证人，你为什么一直不告诉我们你跟陈妙的关系？你说什么？陈妙和他有什么关系？啊？我是陈妙的儿子。你是？那天我到医院去安慰我爸，却看到了眼前的这一幕。这么多年来，我时常在想，如果那天我爸看到了我，是不是就改变主意了？我们去过你家，去了很多次，但我们找不到人呢。我被爷爷奶奶带走了。我告诉自己，我要查出真相，替我父亲洗脱冤情。那时我已经考上了医学院。5年前我奶奶去世了，我觉得是时候查清这件事情了。你当时被调去了南大，我就去报名南大进修介入。难怪你外科做得好好的，非要跟我学介入，而且你还经常询问
海城的事情。你口风很紧，从来都不提过去的事情。1年进修期满，我只能先回3月。直到今年，我患了一头癌，你主动提出来给我做手术，而且还想来海城发展。是，这一切都是我故意做的。所以，你来海城，就是为了查明当年的真相。是。我在档案室看了当天所有的手术记录，当时确实是大黄牙的母亲李爱芳先到了医院，我父亲已经给她做了紧急的处理，偏偏就在这时候又来了个脊椎受伤的小女孩，我爸选择先救小女孩。我父亲没有做错，他没有错，却被外界认为只救富人不管穷人死活。是。你父亲确实没有做错，但是遇到那么一个不依不饶的患者，问题在于，为什么没人给李爱芳做手术？为什么非要等到小女孩救完再救李爱芳？为什么？马上就好了。还有多少患者？大概40-50位。这么多。联系到潘老陈妙没有？陈主任正在往这边赶，潘老没接电话。老布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情况非常复杂，赶紧去帮忙吧。啊，好。16年前，高速连环车祸，海城因为距离最近，成为了第一救助点。我们当时只是个小医院，哪儿见过这么大的阵仗？全都弄得措手不及。医生，医生，医生！内部骨折了，送3号手术室，让李医生上来。医生，快救救我！救救我！慢一点，慢点吧。妈！小腿已经坏死了。将手术室准备开位，我给他做手术。陈医生，快！陈医生，这儿有个小患者。哎，医生，你不是说要给我妈先治病的吗？手术室那边正在准备啊。往里走！支持枪！不行了，有危险性！孩子。颈椎骨折了，一旦骨折错位，轻则全身瘫痪，重则猝死。先安排他手术，赶紧走。好。医生，你不是说要给我妈做手术的吗？你母亲现在没有生命危险，这个孩子不救就要死了。孩子不行了，快送手术室啊！凭什么？我们先来的，为什么不给我们做？你知道我妈听我说，你妈妈现在没有生命危险，孩子不治，就是死了，知道吗？你父亲。最终坚持先给小女孩做了手术，再给李爱芳截肢。事后，大黄牙打听到小女孩家境富裕，就找来媒体说你父亲只救有钱人，不管穷人死活，害得他母亲终身残疾。那么你呢？你在哪里？你当时在海城医院里，对吧？我在。那天为什么没有你的手术记录？你不是手术狂魔吗？华北骨科第一大佬。我就直说了，你来了，李爱芳的手术是你给她做的，但是你失败了，你把罪名推给我父亲，是不是？
不，没有这样的事。没有，他是海城的金字招牌，你们为了保全他，让我的父亲背锅。他是你的学生，他不敢违抗。家属指责的，舆论攻击的，你们栽赃的。他是因为承受不了压力，才选择轻生。现在，我要你亲口告诉我，那天你到底有没有进过李艳芳的手术室？他说你是他最敬爱的恩师，你是他最好的朋友。最敬爱的恩师和最好的朋友，最终逼死了他。不是这样的。潘老当时确实进了手术室，但是他没能做那台手术。为什么没做？因为我喝了酒。当天，战友们聚会。潘老怎么还没来啊？潘老，我来了。哎，潘老。虽然我接到医院的通知，赶回了医院，也进了手术室，可是当我站在手术台前，哎呀！我做不了手术了，我喝酒了啊，潘老，我的手抖得厉害，我眼前的患者眼都模糊了，我知道我做不了手术。这是我终身悔恨的事情。如果没有喝酒，李爱芳的手术应该由我来做。受到大黄牙刁难的人，应该是我；受到舆论谴责的人，也应该是我。是的，你说的没错。你父亲是为我背了锅。当时的海城没有经验，遇到这种群体突发事件非常混乱，再加上大黄牙闹事，后来的手术多多少少都被耽误了。事后点名批评，又被媒体大肆报道，
双重压力下，老布让你父亲提出主动离职，是想让他避避风头。潘老爷一直自责，觉得都是他的错，亲自上省里去向领导陈情。可是没想到，你父亲就那也是老布这辈子最后悔的事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几乎天天都做这个噩梦。你父亲是我一生都值得骄傲的学生，他非常有才华，非常有职业道德。他有2句口头禅：只要手术有1%的成功率，就要尽100%的努力完成它。还有一句是：治病救人，永远第一。我一直想对你父亲说一句：对不起。可是他永远的听不见了。你是他的儿子。今天我就对你说吧，对不起。陈淼的儿子，也成了医生。妙手仁心，好，好，我也算是了了这终身遗憾。老师，潘老，潘老，老师，潘老，老师，潘老。